非常感谢 Intel 的邀请，很高兴能和2位 Intel 的工程师们一起分享，并和线上的参会者们共同探讨。我是程璐，是一名 Hugging Face Fellow， 目前负责中国社区的工作。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 Hugging Face Hub 开源库的生态以及中国社区的相关情况。Hugging Face 呢是机器学习从业者们协作和交流的平台，它的使命是推动好的机器学习大众化。换句话来说，就是让好的机器学习能力为所有人可用。通过与全球社区成员们的连接和协作，共同构建未来的人工智能社区。为了完成这个使命， Hugging Face 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我们坚持开源、开放和透明这个信条。其次，我们非常注重开发高质量且易用的工具，帮助大家更快速地完成机器学习方面的任务，同时降低机器学习的门槛。我们知道，如今机器学习的现状是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在飞速的发展，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合作的方式，与大家共同快速的迭代我们的工具，使它永远保持在最前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会用人工智能道德标准来指导我们整个开源开发过程。Hugging Face 面向公众的核心产品是 Hugging Face Hub， 那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是机器学习界的 GitHub。开发者和从业者们可以在这里托管自己的模型、数据集和示例应用。这个呢是 Hugging Face Hub 的开源的模型页面，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分类，包括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强化学习等等。那这个是 Hub 上的开源数据集页面。除了刚刚的分类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标签进行浏览，比如此任务分类、开源协议等等。这是 Hugging Face Hub 上托管的机器学习应用，我们称之为 Space 应用。也可以通过网页端展示你的模型的输入和输出，并且加入其他的交互。这个呢，我等下会详细的介绍。我们最近还上线了每日论文推荐页面，由 AK 维护，它在社交网络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且一直在分享与 AI 相关的论文。那接下来呢，它将在 Hugging Face 上开启后续的论文推荐和更新。这是论文的详情页，包含了这篇论文在 Hugging Face Hub 上的相关信息，包括 Hub 上的模型、数据集和 Space 应用等等。你还可以在这里针对论文的内容进行讨论。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是某篇论文被收录的论文的作者之一呢，你还可以在这个论文页面认领自己的论文。认领了论文之后呢，这篇论文就会显示在你个人的 Hugging Face 资料页面。你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认识更多论文的作者，并关注他们在 Hub 上的更新。这是 Hugging Face Hub 上的一个典型的模型仓库页面。这是由 Google 发布的 BERT 模型。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页面上，你能看到模型的名字、各种分类的标签。这是它的模型卡片。当你将模型开源到 Hugging Face 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模型卡片向大家展示你的模型里的内容。这里呢，我们也建议国内的团队在发布自己的开源模型时，同步放一份英文的模型介绍。模型卡片的内容呢，可以尽量的详尽，包括模型的用途、背景。你也可以将模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偏见的内容提前进行声明，让使用者们对其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同时，你也可以提供一些模型的训练思路等一些背景信息，方便其他成员为你的模型添砖加瓦。其实呢，模型卡片其实就是一个 README 的文件，我们还包含了一个 UI 界面，帮助你快速添加模型相关的标签和信息。模型卡片的页面呢，这上面的部分呢是它的下载量的趋势图，下面这个很实用，我们称之为推理 API。 大家可以看到，相当于我们可以直接在页面上运行了这个模型。但如果我们想在其他地方调用模型的输入输出该怎么办呢？这里呢，我们就应用到了 Hub 上的部署功能。大家可以看到，如图所示，可以将任何的模型部署为一个推理 API， 通过 Python、JavaScript 和 Curl 代码来调用模型的推理结果。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将这个模型打包成一个应用，我们称之为 Space 应用。模型的页面呢，也会展示使用了这个模型所构建的 Space 应用。让我们来看一看 Space 应用长什么样子。这个呢，是一个由微软的认知服务团队制作的 React 应用，用于视觉推理。大家可以看到，相比推理 API，Space 应用呢可以有更复杂的页面交互，方便开发者们理解和使用你的模型。Hugging Face 呢，为每个 Space 应用提供了免费的 CPU 资源来运行模型推理。你还可以向社区申请赞助，官方会为优秀的 Space 应用提供免费的硬件升级，
比如说使用 T4 等 GPU 来运行你的模型推理。我们还与预印本平台 Archive 合作，可以直接在 Archive 的论文页面上看到基于这篇论文所创建的 Space 应用。这些 Space 应用有一些可能是论文作者自己创建的，也有可能是社区成员根据论文里的开源线索帮助你实现的。我们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更多人更轻松地理解论文的内容。那么这些可以交互的机器应用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向大家介绍 Gradio 这个 Python 开源库。它其实上是一个可以为任意 Python 函数加入 UI 界面的库。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 Hello World 代码，它的运行结果非常简单、清晰和直观。而且 Gradio 的开发团队呢，也在2021年的12月份成为了 Hugging Face 工程团队的一员。那么目前呢，已经有超过5000家组织使用了 Hugging Face Hub 来发布他们的模型和数据集等作品。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注册组织账号，并以组织的形式发布你们的研究成果。好，简单总结来说，你可以在 Hugging Face Hub 上找到所有与机器学习相关的内容，也可以用来发表你的最新研究，让更多人受益。我们相信，包括科技巨头们，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在这个时代可以通过单打独斗来解决 AI 时代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只有通过知识和资源共享，并以社区为中心的方式，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因此，我们正在建立全球最大的机器学习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Hub， 让每个人都能方便的使用，以推动机器学习的发展。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支持和贡献。包括 Hugging Face 的创始人也曾经讲过，我们致力于缩短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差距。那么提到这一点，我们要聊一聊 Big Science 这个组织以及其发布的 Bloom 模型。去年年中 Hugging Face 发起了一个叫做 Big Science 的项目，我们集结了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员去研究大语言模型。这个项目的初衷呢，是为了证明开源也可以做 GPT-3 同级别的大语言模型。因此我们训练了一个1761参数的 Bloom 模型，并且在2022年的7月份开源，它的协议是可以商用的。但是很可惜，当时在评估完之后呢，我们发现它并不能达到 GPT-3 的水准，但是它其实作为一个可商用的大语言模型，为后面的工作做了一定的基础。包括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非常多的高质量的大语言模型，也是以 Bloom 模型为基础模型去完成的。除了 Big Science 之外呢，我们还与 ServiceNow 共同合作，发起了一个名为 Big Code 的项目，致力于开发负责任的代码大语言模型，并且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发布了用于编程的大语言预训练模型 StarCoder。它的数据集来自于 GitHub 上的许可数据集，我们训练了一个155亿参数的大语言模型。当然，我们还发布了一个退出的工具，你可以选择退出，我们就会从数据集中删除你的 GitHub 代码，并且不再用于下一轮的训练。而且就在6月中旬，我们发布了 StarCoder 的下一个版本 StarCoder Plus， 让 StarCoder 呢进一步的提升了通用大语言模型的能力。我们还发布了一个 StarChat 编程助手，它的 Alpha 版本呢是基于 StarCoder 模型，而 Beta 版本呢则是基于最新的 StarCoder Plus 模型。我们在中文社区里看到了非常多正向的评价，也欢迎大家来使用。与此同时呢，我还发布了一个叫 Hugging Chat 的聊天机器人，作为 ChatGPT 的开源替代版本。而且这个 UI 呢也是开源的，我们叫 Chat UI。这意味着你可以用这个 UI 代码调用 Hugging Face Hub 上的任意聊天机器人模型。而 Hugging Chat 其实也就是用的 Open Assistant 的微调和发布的模型。最新的 0.3.0 版本呢，我们还加入了网页搜索的功能，欢迎使用和体验。讲了这么多模型和产品，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如何把这些模型和工具使用到自己的项目中。我们来介绍一下 Hugging Face 的开源库。Hugging Face 的开源库生态呢，包含了众多的工具，涵盖了机器学习流程中的方方面面。我简单和大家介绍几个开源库和它们的用法。首先呢，是最近刚突破了10万 star 数量的 Transformers 库。了解 Hugging Face 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Hugging Face 的一切的故事的开端就是从这个库开始的。后来有不断的贡献者不断的贡献和拓展 Transformers 库，然后形成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开源社区。现在呢， Transformers 库已经支持了超过100种模型结构，你可以快速的训练和使用 Hugging Face Hub 上的各种预训练模型。它也支持多种机器学习框架，包括 TensorFlow、PyTorch 和 Google 的 JAX。为了让开发者们
能够更方便的完成数据的获取和模型的评估工作，我们还提供了 Datasets 库和 Evaluate 库。Datasets 库呢是用于快速获取和分享数据集的工作，而 Evaluate 库呢则是用于模型和数据集的评估，包括一些通用指标以及一些特定任务的评估指标等等。同时，为了加快模型的运行速度，提高模型的吞吐量，我们还提供了 Accelerate 和 Optimum 库，以满足开发者们的加速需求。Accelerate 库呢，它实现了许多包括数据并行等功能，也集成了比如 DeepSpeed 发布的零冗余优化器等优化技术，用于简化分布式的训练和推理。另外一个库呢叫 Optimum， 它也是希望达到速度上的优化，但它的实现角度呢是从硬件方面出发来提高响应时间的。同时我们也加入了模型量化的优化技术，包括动态量化、静态量化以及量化感知训练等等。我们呢也会和一些专用的 AI 芯片厂商合作，当然我们也与 Intel 合作了 Optimum Intel 工具集，让用户可以更便捷的在 Intel 平台上部署和优化模型。除此之外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些新发布的库，比如说 Diffusers， 用于训练和使用一些预训练的扩散模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成式 AI 的模型，用来文生图、文生音频、文生视频，甚至文生 3D 分子结构等等。大语言模型是最近非常火热的话题。由于这些大语言模型的参数量巨大，传统的微调方法呢已经不太行得通，因此呢，花费较少的算力和成本对大语言模型进行微调，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而 PEFT 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高效的微调工具，支持和集成了 LoRa 等对大语言模型进行微调的方法。最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库叫 Transformers Agents，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可以用自然语言作为 prompt 来告诉它你的目的，它会通过内置的一系列工具，首先进行问题分类，然后调用 Hugging Face Hub 上的模型返回给你推理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开源库发展的速度飞快我们去年呢还只有这么一点点，那今年的扩展到右侧这么多，而且这个其实也呼应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推动好的机器学习大众化的做法之一就是快速行动，跟上最新前沿。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去年生成式 AI 的序幕拉起的时候，也就是 Stable Diffusion 模型开源的时候呢，我们发布了 Diffusers， 用于训练和使用这些扩散模型。今年2月初 Meta 发布 Llama 模型的时候呢，我们的 Transformers 库呢也是第一时间就支持了它，包括我们最新发布的 Hugging Face Chat、Hugging Chat、Chat UI 以及 Star Chat 等等，也都是在追寻最新的前沿内容。今年4月份呢，我们在国内进行了首次线下活动，在谷歌北京办公室举办。有位参会者告诉我说实际上关注了 Hugging Face 就等于关注了整个 AI 行业的最热门话题和最新动向。这个我还是很认同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库呢，都在 Hugging Face 的 GitHub 这个组织里开源和开放，你可以在这里查看、使用和贡献这些代码库。回到我们和 Intel 的合作为了让 Hugging Face 的用户更便捷的在 Intel 的这个平台上部署以及优化的模型，我们联合 Intel 打造了 Optimum Intel 工具。我们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的描述了一些细节的和使用方法，链接在 PPT 的左下角，欢迎大家截图保存和访问。我们还在 Hugging Face Hub 的模型页面专门加入了一个标签叫 OpenVINO， 你可以在这里查看到许多经由 OpenVINO 优化过的模型。接下来呢，我将简单的介绍一下 Hugging Face 中国社区的相关情况，并邀请大家来参与我们的中国社区的共建。首先打一波广告，这是我们的官方的公众号、知乎、哔哩哔哩和小红书的平台的链接和二维码我们会在这些平台上及时的发布和同步各种与 Hugging Face 相关的信息，包括博客文章、最新活动和产品互动等等，欢迎大家截图保存和关注。社区里经常大家可能会听到有人开玩笑说，人工智能的形态最终极形态还是培训。那我们也提供了很多免费的课程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学习我们提供的这些免费的课程，并传播给更广泛的群体，使得更多人受益。我们目前提供了4项免费的课程，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扩散模型、深度强化学习和最新的音频处理课程。这些课程大都会有志愿者们帮助我们翻译成中文，有些呢还计划加入他们个人的解读和经验，作为实体的图书出版。联合中国社区呢， Hugging Face 官方还提供了中文语言版本的博客，你可以在英文博客的首页看到指向中文版博客的链接。与此同时，
如果某一篇博客我们已经完成了本地化的翻译，你还可以在博客的内容页面上查看到这篇博客的中文版本链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参与 Hugging Face， 参与我们的全球社区的贡献包括你可以发现和报道优秀的 Hugging Face 项目到国内，你可以使用和贡献我们各种的开源库和工具以及使用 Gradio 来构建你的机器学习应用，或者来到 Discord 或者 Hugging Face 的论坛来与全球社区成员们交流，并积极的参与我们全球的社区活动。比如说我们在7月份即将举办一个 AI 的游戏竞赛活动。Hugging Face 的中国社区成立于去年10月底至今已经有7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发布了很多文章，举办了很多活动，也跟不同的公司和团队进行交流，收获了来自很多社区成员们的喜爱。我们的社区成员们都非常优秀，他们有想法、有创意，钻研劲头非常足十分愿意贡献和帮助他人，这也成为了我每天运营社区的动力。这个社区非常有温度，欢迎你来加入。